星辰塔对我的召唤始终都在，且我一入塔内就遭遇诸多异动，又立刻有震风星辰出世，这一切绝非巧合。我有预感，一定还有更特别的事情会发生。我遭到了灵魂攻击，有敌人，大家小心！狮芒王，他跟我一样擅长灵魂攻击，我和他交过几次手，没有取胜把握。还有更多妖族强者气息。对方12人，6个凤凰极限，而我们这边4的4，3的3，只有4名凤凰极限，处于劣势。我们退。虚妄！时间减缓了，杀！来不及退了，我来挡住狮芒王。这次你死定了！也只能先牵制住2名妖族。刀河王，交给我了。总监，先杀那些蜂王前锋。藏气王已死，虚无王眼看面临4位蜂王极限围攻，而天震王也以燃烧不朽神体迎敌。重剑，你去帮虚无王。
一步登天，发达了。你们的宝物财富都是我的。快，再快些！体肉烂流，他就死定了。刀客王再厉害，也挡不住双重灵魂夹击。他醒不过来了。天真王是你！你控制赤芒王和他假意战斗，里应外合。你这么做不止一次了吧？可恶，他竟能这么快破除幻术！不过，来不及了。你离得太近，已经没法躲。那就借助火神元晶的反冲力，我自然无惧，可你必将完蛋。孩子，来吧。逃过一劫，虽然失败，但还有虚无王、重剑王，解决了他们，我仍然有得赚。主人，主人，我没事，是天真王暗算我。快提醒虚无王小心提防。你也暂时离开，等我回来。这是。孩子，过来。好强的威压，温润如水，却无边无际，让人不禁想要臣服。刚才就是这股力量带我来此。他的气息比噬火尊者等人都要强得多，甚至和老师混沌城主相近。难道是宇宙之主那样伟大的存在？第3位候选者，我在这等你已经82亿年了。星辰塔不是没有主人吗？他是什么人？为何能将我带来这里？第3候选者又是？看来你心中充满了疑问。是，还请前辈解惑。我叫菩提，是星辰塔的看守者，也是你的接引者。您不是星辰塔的主人？星辰塔是我的老师为地球一脉创造的宝物，我本是老师第1个仆从，在无尽的岁月中，有幸成为老师的大弟子。而老师真正用心培养的，是亲手孕育的焰神族与地球一脉。焰神族，地球，那不就是巨斧创始者口中的异族大能者？老师当年耗费无数心力，选择人类中的意志引导孕育，造就出天生资质强大的焰神族。其中最强者成了老师的2弟子，他带领麾下独立，成为了宇宙一方霸主。焰神族虽已堪称杰作，但老师还不甚满意，
又不断探索钻研，这才有了灵魂纯净的地球一脉。地球只是你们的叫法，不同时代称呼也不同。第一候选者时称之为山海界，第二候选者时则叫做元星。考虑到你们身体力量还不够强大，老师又专为你们创出一套基因跃升秘法，名为9节秘典。可这套秘法太过逆天，无论是记录还是传授，都会被宇宙法则自动抹消。直到老师找到具有不可思议威能的天魂晶，将它刻录其上。天魂晶应该就是黑色金属板。我之所以能一次次感受到召唤，皆因我们都同宗同源。你是如今地球一脉的最强者，且已经通过天魂晶的考验，习得秘法，便只剩下最后的生死之路。生死之路，星辰塔算得上宇宙最强至宝之一，制造中因融入一道宇宙原初射线，似有了一缕自识，因此认主更为苛刻。成，你会成为老师的第3弟子；败，你的灵魂完全瓦解，将必死无疑。而且即使得到复活，9节秘典的记忆也会消失，基因水平恢复原状，降甲王甲也将无法使用。你愿意接受吗？失去这些，我恐怕连个普通的天才都不是了。可因此畏缩，就会错失最强之路。我唯有一往无前。好，认主最考验的是心灵、意志。一旦开始，谁也无法阻止。你之前的2位候选者分别坚持了2600年和3300年，都遗憾陨落了。撕裂灵魂的疼痛，尚不及我融合血络晶100余颗后的剧痛。灵魂的疼痛越来越强，接下来的1000年时光，我肯定无法只靠硬扛忍受。不如同时钻研兽神之道，转移注意力，稳定心性。不足以单挑那么多混沌兽。哎，这是父亲留给我的魔头啊！我要突破自己。这小家伙倒是很像他的父亲。
强，快要接近我承受的极限了。已经超过了第1位候选者，明心见性，直指本心。你的灵魂非常强大，但可惜灵魂越强，星辰塔的认主过程反而会越发艰难。可恶！杨戬，继续钻研手刃之道，别被干扰。嫂子放心，罗斯家族那边我去牵线，家族小辈生意上的摩擦聊开了就好了。对了，罗峰兄弟最近有消息吗？他先前说要忙非常要紧的事，会关闭虚拟宇宙接受，应该就快回来了吧。部落林，罗夫人找我们，是想聊什么？我已联姻嫁入金兰宇宙国的罗斯家族，替我那身为家族商会会长的丈夫打理生意。你有什么想法，可以直接跟我聊。孩子，撑不住就罢了吧。你陨落后，即使你老师不复活你，单单为你这份坚持，我也会逆转时空复活你。不，我绝不放弃。怎么会突然蜕变？继续。阿凤，3000多年了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好想你。近年来，金兰宇宙国的罗斯家族总与我们作对，但好在家族潜伏计划已经快完成，等将来你回来，罗家还会是强盛的。老大这些年定在努力修炼，我们也不能落下。这一仗突然让我想起疯子了。他好久没回消息，不会出事了吧？疯子那么强，肯定不会有事。说不定他已经忘了我们。才不会！主人，星辰塔强夺阵风星辰那场大战，确实是九死一生啊。那罗峰大概率已经死了，就按原计划推进。他家的产业，我势在必得。1号目标罗峰已5000年未露面，疑似陨落。罗峰他还活着，我能感受到他的生命气息，一直在域外战场的星辰塔内。已经超过第2位候选者1000多年了。星辰塔认主的极限到底在哪儿？
想见到你们，真的很想。加上生死传承的6000年，他也才活过了10000年，还只是个孩子。一直被源自灵魂深处的痛苦折磨，灵魂都开始碎裂。现在，估计连思考都做不到了。看来，终究还是无法。好想再见到你们，真的很想。主人，是家主的邮件。是阿峰的邮件。好久没见夫人这么开心呢。许昕，当你收到这封邮件时，我应该已经陨落。我会在遥远的未来复活，但短则万年，长则千万年。我也不知道能否再与你相见。这不可能是真的！不要你的愧疚，不要！不，我不相信。小风啊，小风，小风，我们罗家，甚至地球，都将面临巨大危机。罗峰在邮件里留下了账号和密码，我们可用这笔资金应变。现在，无数势力都在盯着我们需要准备紧急应变方案，尤其要小心提防金兰宇宙国的罗斯家族。过去这么多年，陪在你身边的时光寥寥无几。你是我最爱的人，我亏欠你太多。我不要你的愧疚，我要你回来。还不能放弃，还有人在等我。我要你陪在我身边，阿峰，我们说好了要相伴一生。好想再见到你。我们说好的，阿峰，你回来。等我回家。收到了，成功了。
罕见啊！孩子，孩子。恭喜你！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地球一脉首领，有资格位列宇宙超级强者之列。这位前辈散发的生命气息毫无压迫感，身体犹如沐浴在阳光下一般舒畅。然而，这气息足以令我的法则之力失效。仿佛连宇宙本源法则都要退避三舍。此等实力超越了菩提，也超越了混沌常主。难道前辈您就是焰神族与地球一脉的创造者？因我经常盘坐于山峰，故而宇宙中众多存在唤我为座山客。你通过星辰塔传承考验，便是我的弟子，也是我最后一位弟子。最后一位？早在宇宙演变初期，老师便决定仅从自身孕育的2个族群中各选1名最强者为弟子。焰神族一脉，他选中了你二师兄焰帝；地球一脉，他选中了你。我教弟子，不教秘法，不管生死。你们真正的超级强者是教不出的，但资源至宝我会亲力提供。我为你准备了2大至宝，星辰塔是一件，而另一件名为解甲。你虽未亲眼见到，但与它也算有几分机缘。我为你准备了2大至宝，星辰塔是一件，而另一件名为解甲。你虽未亲眼见到，但与它也算有几分机缘。解甲是老师为你打造的专属战甲，拥有孕育子体的能力。你在外界所见之兵甲、将甲、王甲，乃至更高一级的皇甲，都是解甲孕育而生，是足以让宇宙之主眼热的至宝。原来我早已接触到解甲的子体，或许我能先后获得兵、将、王3甲，并非出于机缘巧合。老师如此厚爱，三师弟，你可有什么表示？多谢老师栽培。不过，要驱动解甲需1倍借助之力，以你的实力还无法使用。眼下我将它存放于焰神族中，由你二师兄暂为保管。放心，我也另外备下了你眼下便可使用的宝物。赠予你二师兄的至宝，也可孕育子体。我这是不同维度之间的宇宙弦。你所见之物正是元魂孕育而出的兵、将、王、皇4魂，乃培育灵魂的至宝，对你地球一脉大有注意。地球一脉，
燕神族天生资质极高，是天生的武者。你二师兄燕帝便是其中翘楚，但灵魂方面却较为平常。老师为补足灵魂方面的缺憾，才有了地球一脉。原来地球一脉是为此而诞生的。你二师兄拥有元魂本体便已足够，而剩下的100万子体，你可撷取部分，剩下的就提供给地球一脉。未来你成为超级强者，在你的保护、引导、养育下，自然能成为一个强大族群。使命于此，便看我不懈努力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最后一件宝物，随我来。这速度显然已经超越了光速，却没有进入暗宇宙。前方景象全清晰可见。很惊讶，老师乃宇宙最强者之一，已然能做到言出法随。老师说，无数生灵寿命到尽头该陨落，便是无数强者陨落。老师说，恒星该消失，行星该释放无尽光芒，那就会如此。老师说，极限速度不再是光速，而是10倍光速。那在这区域内，就能达到10倍光速。你可知远处的9玄星云为何而存在？弟子不知。这是星辰塔在主动吸纳宇宙能量，以维持自身消耗。你无法提供巨额的能量，也就无法完整驱动它。所以星辰塔还需留存于此。作为替代，你可使用此物。此物名为星辰图，可容纳巨量阵风星辰。我先植入100颗，待你修炼有成，塔内另有16135颗闲置的阵风星辰，可一并融入图卷中。各族蜂王竞相争夺的阵风星辰，如今竟汇总在我面前一幅图卷之中。阵风星辰将司天一爪的招式架构成型了。看来星辰图能将我所想到的任何战斗秘法灌入其中，这绝对是精神念石的至宝。如今你有星辰图傍身，降魂护体，只差最后一剑，此剑之事便已了结。
这是……脑中似乎浮现了3处宇宙坐标，还有9节秘典残片的影子。9节秘典共有5块，你还需搜集的剩余3块，分散在3处危险之地。你需分别在戒主、不朽、宇宙尊者阶段各取1块。等你得到完整秘典之时，距离你驱动星辰塔便不远矣。明白。我历经无数纪元，往事如风一般渐行渐远，但是我会记住此刻。弟子定当努力，带领地球一脉屹立于宇宙强者之林。师弟既已完成任主，我的任务便已完成。师兄也要走，今后这座星辰塔便交由你管理。我也可以前往他处游历了。对了，此前我因认主考验的压力，无法分出意识来进入虚拟宇宙。如今6000年过去，家里人肯定急坏了。爸，近来有几名家族成员。我近来在域外战场搜集。你还在域外战场吗？我的家族聚餐。我见过未见宇宙兄弟，大喜事！都是你的事。有空回雨香山。我是见完你的家人，没一直不见你闯通天桥。大家，阿芳，3000多年了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风，我现在在北化星域的一颗边远的星球，景色很优美，只是感觉太过冷清。风，罗斯家族前来一直不安分，但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罗家争取。我们从出生至今不过1万余年，而在星辰塔的6000年，却将我们生生隔绝半生之久。我只有通过邮件，才能窥见他孤独岁月里的一角。这份窥见，唯有穷极我的一生去弥补。阿芳，你在哪里？我好想你。和平，爸，是不是压力太大了？爸，只要你能回来，这都不算什么。我们罗家的人口规模已扩张到上万颗生命星球的体量，有你坐镇的时候尚可惊艳。可是爸，你消失太久，陨落的谣言四起，各势力蠢蠢欲动，想着瓜分罗家地盘。是我来晚了，你妈呢？他正在和罗斯家族的代表谈判。他们家族仗着家主乃是凤王不朽，在生意上频频与我们发生摩擦。1年前，我罗家子弟为保护仆从，杀死了罗斯家族1名成员。他们借机将事态升级，向我们追讨赔偿。他们现在找我妈谈判，正是为了此事。区蜂王不朽初阶也敢如此张狂，真是自寻死路。罗夫人，谈判已经进行到第7天，这是最后一天。若再没个结果，我们罗斯家族将会……老大，老大，没想到罗斯家族的代表竟然是你。
接下来就交给我们。趁我不在玩阴的，是嫌自己命太长吗？我们只是在商讨解决方案，希望您不要让两家走向完全对立。还敢嘴硬！叫他重连虚拟宇宙，不然下次死的就是他现实里的本体。是。你们所做的一切，无非是在逼我现身，借此试探我是否真的陨落。有我在，你们的实力远不足以与罗家平起平坐，这场谈判也没有必要了吧？告诉你们的家主践踏王，罗斯家族种种行径，若不给我一个完美答复，我不介意让他陨落，让整个罗斯家族消失，也包括你们黑龙山皇族。布洛林，回答呢？是。我们走吧。陪完徐兴后，我先去向混沌城主报告6000年来的修炼历程。混沌城主表示，等我闯过界主级原始通天山，他就安排鸿蒙，让我再以罗峰的身份加入。如此，我一人就可拥有2个鸿蒙名额。最后，我买下300多万混元的酒带给针眼王老师。正在我们畅饮欢谈之际，却收到了践踏王的讯息。他声称要亲自登门请罪。他纵容手下为难罗家，哪怕他将姿态放得再低，此事也不可能结果。我要求他们赔偿99%的资产，并将所有涉事人员交由罗家处置。待各项事宜处理完毕，我终于能和家人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。